你确定看到的是李果？是，他们应该是在前处侦察。我回来的途中，还发现了404旅侦察人员的踪迹。看来我们396旅又要跟404旅打一仗。队长，是不是又演习了？队长，咱们也是396旅，能参加吗？就是，练了这么长时间，早想跟他们打一仗。是啊，队长。干什么呀？我们现在要装备没装备，就我跟杨班长带着你们12个新兵蛋子。再说了，我们也没接到通知啊。队长，我们是不是要避开？既然没接到通知，我们就按原计划进行，继续前往关霞岭北侧区域进行野战训练。今晚的训练行动代号“暗夜骑兵”，训练科目：侦察渗透、敌后不服，还有斩首行动。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！是，走吧。双方的位置。404旅已经提前进入演习区域了，396旅的1营、2营也已经到位，可是这个3营啊，还在路上。红军对蓝军的机动速度产生了误判，太大意。报告，行，有一支小分队进入了演习区域。小分队，什么情况？他们是从山崖那边爬过去的，刚刚被我们的监控系统捕捉到。把画面调出来。是。哎，这不是郭子健吗？是啊。首长，你不会早就知道了吧？我又不是神仙。不过，这次演习在教导队附近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也算是红方的人。也是，这小子就喜欢突然袭击。那首长这怎么决定啊？既然是练兵，不要告诉红蓝双方，把这只不速之客放进去，看看能在红蓝双方之间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。他1没指挥权，2没装备，恐怕不太容易吧？哎，不过，一个曾经在红方的郭子健，再加上一个曾经在蓝方的杨茂林，这个组合倒是挺有意思。哼，是啊。看见了吧？龙远山出手了。哎呀，这3营啊，又倒霉喽。报告营长，前方发现敌人侦察无人机，迅速疏散营地，保持无线电静默，启动防空力量，防止敌人进攻。报告。密切关注对方防空力量，先使用远程火力，陆航编队暂时不要出击，以免暴露我们的位置。打！是。3营损失怎么样？报告，3营车队共损失7辆突击炮车和11辆轮式步战车。我的个娘啊！这个3营长怎么设的防？就一波远程打击，把我一个营的重装备全都干掉了。通报1营、2营，无论如何做好防御。是。快！命令：1. 派出侦察小分队，对敌已进入关霞岭北侧区域部队实行抵近侦察，判明真伪后，
派突击分队偷袭1营2营的重装备，然后以坐标引导打击。2，预留一个排侦察金兵，准备端所见安老。是。队长，那无人机什么时候出门？急什么呀？就你这半兵卒的水平，出去就给敌人喂枪子。好嘞，走。南军指挥所的位置确定没有？根据404旅的机动方向，我对整片区域进行了分析。依照我对龙旅长的了解，他最有可能选择的地点就是凤鸣山。地图。从这里前往凤鸣山，最短的路线就是穿过马尾沟，走174高地旁边这条山道，然后翻过这座小山。那不得30公里？不对，是28.7公里。而且途中极有可能会遇到双方部队的侦察分队和突击分队。啊，那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，这要是徒步走过去了，别说战术行动了，黄花菜都凉了呀。现在是什么都没有，进了战场不就什么都有了？你们给我记住了啊！这是给你们上的第一课，就地取材。是。教导员、连长，3营的情况我听说了，我有个建议。说，为避免遭受集中火力打击，在保持火力灵动性的情况下，大乱编制。我建议，把突击连的重火力分别部署到1连和2连，同时其他火力也以同样方式分开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就好像上一次郭营长组建的营战斗群，对吧？对，我的意见就是组建2个战斗群。副营长，你的意思呢？这等于打乱了现有营所有的火力编制，临战变阵，我不赞同。另外，我们此前没有打过报告，仗都打到家门口了，啊，还有临时抱佛脚，吕领导是绝对不会同意的。我认为，没必要节外生枝。别动！到！马上通知突击连，把全连重火力武器分别分配至1、2连战斗序列。其余火力呢？抓主要矛盾，其余火力可以灵活安排。是。早就发现你们了。第1小队继续执行侦察任务，其他人跟我走。队长，我们真的不救他们？我们的行动代号是什么？暗夜骑兵。你是不是傻？我们是出来训练的，手里的枪又不是演习武枪，你能保证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，就把他们徒手都干掉？到时候暴露了怎么办？我们的行动目标只有一个，斩首。那我们就什么都不管了吗？谁说不管？既然他们的小分队已经到了这里，说明他们已经发现了1营的指挥所。我刚刚已经通知了1营应对，并且把情况通报给了2营，呼叫了支援。队长，你有他们给的编号。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这些。走，跟着那3个侦察兵。对呀，大部队搞不定，先抓几个小喽啰，各个击破。哎，记不上咱们队长之前是1营营长。赵老幺，副营长刚收到这个信息。1营指挥所，已暴露位置，谁发过来的？看编号不是我们1营的。赶快联系林一伙，问清楚到底什么情况。站！来不及了。桑教导员，很遗憾，就在刚刚，你们全部都已经阵亡了。另外，
蓝军小分队对你们突击连实施了突袭，你们突击连的4台炮车全部被毁。虽然这条信息没有居民，但我们要不要和一营联系一下？报告营长，一营指挥所遭蓝军打击，打击有效。看来信息是真的，会是谁呢？我侦察人员在东南方向发现南军小虎营向我突击连方向接近，人数大约有15人左右。看来他们是要打击我们的重火力。命令到！我突击小分队立即前出，对蓝军小分队实施突击歼灭。是。这个龙远山速度够快的。哎呀，只差一步，可惜了啊！红军这次可是损失惨重啊！那郭子健想靠10几个人就想扭转战局，太难了。是啊，但是特战化是未来战场的一个趋势啊，绝不能单打独斗，必须依靠其他作战力量全方位的配合和支持，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。首长说的是啊。要把装备卸了。是。旅长，针对红军1营的行动基本成功，但准备突袭红军2营重装备的小分队被对方吃掉。就目前的形势来看，红军的3营基本上被打废了，1营的指挥机构和突击连也基本上被我们端了，就连机关的直属分队也被我们的小部队蚕食了不少。就这个江胜强的2营，我们打得不够理想啊。主要原因是咱们的主力还没上。既然我们占尽优势，那打江胜强的2营，我们就来个硬对硬的大碰撞。给你带点小笼包，快吃吧。谢住了，正好饿了。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？哎呀，首长料事如神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哦，大战前的寂静。今天白天肯定会一场激战。我也是这种感觉，就是不知道龙远山会用什么战法。说到战法，我觉得龙远山和郭子健2个人还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。他俩哪像啊？中国人打仗讲的是谋略，但是在谋略的运用上最难把握的是这个度。但是在度的把握上，龙远山和郭子健2个人在这方面都还是有些天赋的。首长，您是说他俩都是属于那种有天分的指挥员？这是我一家之谈。想要成大器，除了有天分，也离不开后天的艰苦努力。鱼有毒不成器嘛。云军啊，时不我待，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了，只能在演习场上不停地设置障碍，来进行反复的鉴别。首长您放心，就您操的那份心啊，不会白费的。这郭子健要真是一蹶不振，他就不可能来咱们这个演习场，啊。他们现在在什么位置？往凤鸣山方向移动。这是要斩首龙远山啊！他只是要报上一次的一箭之仇。
有点意思。旅指挥所发来战情通报，上午发现404旅指挥所的位置，他们2个合成营部署非常分散，而且真伪难辨。另外，那个北斗手持编号我查过了，是教导队的，可是教导队没有参加这次演习啊。不用猜了，肯定是郭子健。我就知道这小子不会这么老实，密切注意这个编号发来的一切信息。是。继续监控。是。旅长，3营、4营已经向396旅2营方向开始机动。命令3营、4营分东南2侧合击396旅2营，把演习换运的弹药大量分别打出咱们这儿。他江胜强不是能打，那我们就等着他满地找牙。那他们剩下那半个1营怎么办？先放着，集中火力打完2营再收拾他们。但如果他们主动出击与2营会合，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麻烦。那就对其实施信息压制，不许一条信息进出，并且在其能够突击的各个路口设置突击手，造成我们要把其逼出驻地实施歼灭的假象。固步一阵，让他们误以为是陷阱，所以不敢轻举妄动。没错，是我马上安排。396旅指挥所找到没？有大致位置，还没定位。继续找，必须找。是，马上部署。隐蔽。队长，有情况，是404旅的3营，他们的前进方向与我们一致。前方可能会有大动作，所有人加快速度前进。龙远山最擅长的战法，一是偷袭，2是空袭，3是突袭，4是夜袭。这几板斧之后，就是你来我往的对决了。我总觉得跟这个家伙对阵啊，心里就从来没踏实过。千万不能大意啊！报告，进来。什么情况？蓝军分东南2个方向对我军2营进行猛烈打击。猛烈，看到没有？典型的佯攻招数。通知2营巧语周旋，随时做好机动准备。是。1营现在什么情况？报告，1营与我联系一直不畅，应该是受到电磁干扰。不对，龙远山很少打这种纯消耗战。事出反常必有妖啊！肯定是假象，背后一定有别的计划。不管是真是假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他打我赔，他跑我追，咱们奉陪到底。但他们2打1，我们不占优啊。如果1营能与我们联手，我们的胜算会多几成。把你的建议发送给指挥所。是。报告连长，遭受持续电磁干扰，还是联系不到。继续呼叫。是。蓝军这回对我们实施这么强大的电磁干扰，到底是什么意图？这还看不出来吗？他们就是要把咱们变成聋子和瞎子。目前我们从伪装到防御都没留给404旅机会，龙远山就是要把咱们逼出去。只要咱们一露头，他们的机会就来了。报告，讲。连长，收到消息，现在404旅正在分2个方向打击2营，火力很猛。知道了。是。好啊，他江胜强不是能打吗？那就让他们针尖对麦芒，好好的干一场，打得越激烈越好。咱们是不是伸个手？龙远山已经布下了陷阱，就等咱露头了，绝对不能出去。可是，如果不增援的话
二营党没了，这场仗估计很难翻身。让我想想。396里这半拉子部队啊，受到信息压制，又不敢主动出击。江胜强这回只能硬扛了。龙眼山压住江胜强，就是知道江胜强争强好胜，会打成消耗战。一营被突击队打怕了，又没有营干部做指挥，信息被封，最好的选择就是手摊子，所以不可能主动出击去营救二营。是，这样看来，二营落败，也就是一营落井之时啊。不过索江安这回把指挥所设在枫妖谷，龙眼山想要复制上一次的抓陷阱，恐怕也不太容易啊。抓不着的话，就斩首更干脆。就看这一次郭子健能不能赶在龙眼山前头了。报告队长，蓝军3营4营正在对红军2营发起夹击。知道了。队长，蓝军哨兵警戒森严，敌情观察，容易暴露。东方晴天到，有需要请战吗？命令你无人机马上起飞，控制高度和观察角度，防止蓝军发现。是。2营被粘住了，再这么打下去，过不了今晚，全军覆没。参谋长，到。通知1营从右翼侧攻，快打快撤。1营还是联系不上。1营现在谁指挥？李松伟、徐志强2个人一起指挥。这2个人能力不够，加强沟通。还是联系不上吗？联系不上。2营战况如何？打得很艰难。如果我们过去增援的话，或许可以翻盘。可是，如果真是陷阱，我们恐怕一出去就被灭了。我记着，营长曾经说过，如果球不知道该往哪儿踢，就往对方球门里踢。营长说过这话？哎呀，你先别给我扯这个。总之，现在最重要的战场就是在2营。与其我们瞻前顾后，不如抓住时机打。通知全连，准备战斗。是。报告，讲，一营出击了。好啊，没想到这个李松伟还能给咱们惊喜。从时机和效果来看，一营出击的恰到好处，打得好。在通信一直没有连通的情况下，仍能主动出击，更是值得肯定。看来还是上次演习的营连机复盘起了重要作用。没错。好啊，作为蓝军，红军被我们越打越进步，应该高兴啊。可惜这样一来，我们的优势就不明显了。不可惜，这只能说明我的布阵不够高明，没有吓住对方1营。不过，就算这半个1营加入，我也不怕他。队长，蓝军3营火力点位置已经确认。好，立即访案，把定位发给江胜强。是。报告，那个北斗手持再次发来信息，向我们发送了敌军3营火力点坐标。立即根据坐标计算，辨别真伪。是。
根据计算，继续无误。很好，命令炮兵进行火力打击。是。还有，派侦察兵寻找郭子健的位置。明白。哇！你看，你看，郭子健这小子，展示的路上也没闲着。龙眼山吃亏了，要下狠手了。没想到这个江胜强还有两把刷的，竟然报销了3营的主要火力。命令3营、4营撤出阵地，准备实施第2方案，让侦察小组对1营和2营，还有396旅指挥所进行准确定位。入夜之后实施斩首。是。杨才，咱们为什么要来蓝军的指挥所啊？这也太无聊了吧！你说，红军为什么就不能给蓝军找点麻烦呢？彭班长，我们不能光顾着看热闹，还要注重学习军事业务。杨才，我们岛桥班的任务就是跟踪现场、公正评判、设置战场、逼真环境、行动记录、如数凭证，做到这些不就够了吗？背的倒挺熟啊。但是呢，如果想要掌握全局的变化，还是得在指挥所。前几次我们跟的都是红军，这次也应该对蓝军好好做做功课了。我怎么总觉得你还有别的用意？你是不是会觉得郭子健会来斩首龙眼山，所以故意在这儿等他？被我说中了吗？我只是想要采集最有价值的导条信息。对对对，郭子健就是最有价值的信息。台上。报告，有发现。司令到。现地侦查。是。啊，对，刚走。副旅长，龙眼山撤退之后一直没有动静，恐怕是想夜袭。蓝军指挥所找到没有？侦察分队刚刚发回消息，相思崖发现蓝军指挥所遗失帐篷。命令，炮击相思崖。是。一定要活捉龙眼山。报告队长，已经确定，无人机发现的目标就是蓝军指挥所。按计划行动。是。行动。连上了吗？马上就好。好了，队长。前方就是蓝军指挥所的位置，他们会在外围设置至少2道防线，大家小心。迎宾。谁呀？下手这么重！原来是你啊，杨班长。你们俩已经死了，不准诈尸啊！杨班长，这么快我们之间就弄成敌我关系了？少废话，你说说里面哨位的设置情况。说啥呀？还不是当初你自己设置的。呸，就当我没说。旅长，刚才相思崖我指挥所遇到红军远程火力打击，现在可以确定红军的指挥所在枫窑谷。
2个侦察小组从不同方向识别的，绝对可靠。 396旅2营1营的指挥所呢？坐标都已定位，集中所有火力打。是。每个人牢记目标。我们再往前走过一排帐篷，探照灯就会马上向我们聚光，聚光的同时马上分散，然后射击。班长，为什么不现在射击？没时间跟你解释，听从命令。是。是否行动？请指示。按计划行动。是。 这不是杨茂林吗？他不是404旅的吗？怎么跟自己人打起来了？他主动跟梁副军长申请去了396旅，现在人在教导队。傻了吧他？好好的王牌蓝军不当，跑到这么个犄角旮旯的地方。他是为了吴东胜。对不住了，杨班长，既然成为对手了，你之前所设下的布局，我们几乎已经全部打破了。 哎，没想到啊，你还是打掉了我们所有的瞭望点。好小子，长进了。把杨茂林押到指挥所，旅长有请。其余人都带下去。行。到。所有人，给主武器上消音器。行动。 就差一步，怎么了？失望了？一点也没有。他们就这么几个人，几乎干到了蓝军所有的岗上，牛。不过这个杨茂林还真是人狠话不多，简直就是个平头哥嘛。杨仔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杨茂林他是396旅教导队的人。对呀，那如果 他出现了，那谷子健不就也会出现了？是不是，梁仔？龙远山已经定位了红方的指挥中心，下达了打击命令。如果打击结果有效的话，那么演习就结束了。没结束就是还有机会。这一般大佬们不都是最后才闪亮登场吗？我有种预感，他马上就要出现。杨茂林，我早就说过，离开我们404旅，你就很难再体会到胜利者的快乐。 只是没想到这个忠告会来得如此之快啊！按理说呢，俘虏也是我的客人，但是你不是，因为你……算了，再怎么说你也是我带出来的兵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好好盯着大屏幕，马上集团军首长就要宣布演习结束了，404旅 大获全胜！一身武艺，到了396，
废了。哈哈。杨茂林这顿骂挨的多些零头啊！哎，杨班长最大的失策就是不该跟旅长作对。好了，首长已经下令打击红方的指挥所了，打击效果马上就可以知道了。两侧警戒到位，5号到位，6号到位，7号到位。听我口令。就是说，这次演习结束了，太好了！行动！可惜还是晚了一步。我宣布，蓝方打击有效。这次404旅出征前的热身赛，404旅获胜。坐下！即便现在396旅的特战小组站在了404旅的指挥所里，也无法改变结果。放下，放下！没听梁副军长说什么，瞎比划。放下，放下。我是真没想到啊，就这么一支刚成立的新兵小分队，竟然差一点就斩首成功了。是啊，我看了这么多场演习，这样的结果，我还是第一次遇到。有点意思。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啊！如果再早那么一点，如果再快那么一点点，如果不是因为中间耽搁了，如果郭子健，你现在心里是不是这么想的？输了就输了，没有如果。还嘴硬。我们根本就不在演习的通信系统之内，也不知道你准确的打击时间。我们只是赶了个巧。如果不是因为处在演习的最后状态，如果不是因为熟悉的杨茂林被抓，如果没有这么多巧合，我也进不了你的指挥所。就凭你这份坦率，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只不过这种巧合在我们404旅，绝不可能再有第二次。我相信。那我也提醒龙旅长，大数据时代，很多巧合是可以推算出来的。我同意你说的话。真是没想到啊！时隔不过数日，我们这块磨刀石就被狠狠地磨了一下。396旅确实是藏龙卧虎，过瘾，痛快。报告。索部旅长，就您自己啊，政委呢？部队马上撤回了，政委不放心，到现场看看。啊，有件事儿，我觉得不太对劲。什么事啊？就有关郭子健抓龙远山的事儿。哎呀，可惜晚了一步啊。这根本就不是可不可惜的事儿，我觉得他就是故意的。没有根据的事儿，别瞎琢磨。您知道郭子健销假回营那一天是怎么回来的吗？啊，
坐的龙远山的车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担心在396里混不下去，已经在给自己找后路了呀。不至于，我也觉得不至于。我之前没这么想，但是您看这一次，怎么就这么巧啊？偏偏就差1步。他要是早进去1秒钟，就1秒啊，是不是结果有可能完全不一样？他就这么差这1秒钟啊？所以我猜测，他就是找了这么一个关口，让我们大家既觉得他很牛，其实他完全可以抓到龙远山，又让我们认为这396里少了他不行，但同时呢，他又故意放了龙远山一把，给404旅那边卖个好。您说，他要是下定了主意要跟龙远山走，那没人会拦他，对不对？但是他现在这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行为，实在可耻啊！你说这么半天，都是你的猜测啊，是，但是您也不能否认，他有这种可能性吧？要有底气。